为了给兄弟报仇，我租下了凶宅。我藏了满屋子的刑具和陷阱，足足等了20年。那天，我发现有人试图闯入我的小屋，我这才知道凶手其实早就去世了。此刻站在我面前的是他曾经留下的余孽。窸窸窣窣的声音从大门处响起，多年的警觉让我瞬间就坐了起来。我下床后走到监控器前，院门处果然有个身影正在试图翻墙。我勾起嘴角笑了笑，20年了，他终于又回来了。我拿起早就准备好的小刀藏在身上，又打开了院墙上的电网，坐在凳子上等着他进屋。那人身手矫健，又处处谨慎，等了好久才终于走到我门前。随着咔嗒一声，锁被撬开了，一抬眼和站在门口的人对视上了。一张如此年轻的脸让我怔愣了一下，随后我终于反应过来，他应该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偷。我摇头笑了笑，招呼着他过来喝茶。小偷也愣住了，应该是没想到偷东西还被屋主抓了正着。愣着干嘛？要来喝口茶吗？那小偷有些手足无措，半晌后他终于动了脚步。你不害怕我？我挑眉，我还以为我的故人回来了，我等了他20年，我怕什么？故人？谁呀？小偷的神情明显亮了起来。我微笑地看着他，说起来，那故人和你长得还挺像的。那是1990几年的事情，我有个朋友就死在这个房子里，就在你现在坐着的这个位置，吊死在房梁上。我看着这小青年的脸色明显僵住了，我朝他笑了笑。怎么？你怕了？你小小年纪不学好，竟然还想着偷东西了？你叫什么名字？我要给你爸妈打电话。那个小偷轻轻地低下头，我叫林雨，我没有爸妈了。你别报警了，我反正没有真正偷到你们家的东西。我示意他喝茶，继续讲着我的故事。我和我兄弟早些年是在铁路局工作的，后来工作有变动，我们俩都坐进了办公室。有一回，我们俩本来打算拿到工资后上城里下馆子，可就那次我俩个回个家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他死了？那你什么时候发现的他？林雨的表情明显激动了起来，我看着他好奇的模样，便继续讲了下去。那时候我以为他生病了，这才没来上班。后来我在单位找人问了，发现他并没有请假，也没有任何人见过他。好几天后，我这才发觉到不对劲。等我赶过来的时候，他的身体都已经凉了，浑身赤裸，地上吊在房子里，身体上有很多的伤口，身体里还有东西。多么屈辱的死亡方式啊！我都想象不到他到底在生前遭受了什么样的迫害。林雨抬起头，眼睛亮亮地看着我。那凶手呢？抓到了吗？警察怎么说的？我轻抿了一口茶，悬案至今未破。不仅如此，因为当时信息条件不好，至今都没有找到任何有力的线索。这个房子实在是有些太偏僻了，竟然连目击证人都找不到。林雨明显是对这件事情起了兴趣，就在他激动地站起来的时候，突然朝后倒去。等林雨彻底没有了动作，我这才缓缓起身，把他腰上别着的刀抽了出来。我叫孙良辰，曾经是一名铁路工人，后因政治改革竟坐进了办公室。和我一起的兄弟叫王建国。老孙，建国今天怎么没来？我刚坐进办公室，就听见有人叫我。建国没来，这小子又为了买包子迟到了吧？我没在意，照例先看了一眼排班表，处理一些琐碎的工作，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到了食堂，不少人都过来问我，孙主任、王主任今天怎么没来？没听说他请假呀？我摇摇头，他也没跟我说，估计是睡过头了吧。王建国能干出睡过头这种事并不奇怪，他本身就是一个很跳脱的人。也有不少同志听风就是雨，跑到我面前来听八卦。孙主任，我们都知道咱们这里干活比王主任严谨得多，听上面说是要变天了，咱们这要裁人。王建国怕不是觉得不能晋升，所以想坏招引你吧？我朝跟我说话这人摆了摆手，你想多了，建国不是那样的人。那人悻悻离开，没再说话。王建国和我从小一起长大，一起上学，如今又一起工作，我们俩之间的情谊早就超过了朋友，更像是亲人。昨晚我和王建国一起下班回来，他未曾对我提到过这些事情。那他今日没来上班，是真的在我背后做什么事了吗？我一顿饭吃得索然无味，匆匆收拾好餐盘离开了食堂。一连好几天，王建国都没来上班，一个这么大的领导毫无音讯，无故旷工。铁路局有领导下来，要我带着他们去一趟王建国家，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应了下来，下班后领着他们一起去建国家。王建国家里离单位挺远的，他家里有点钱，工作后便在山脚下建了个房子。按理说那地方又偏又远，不会有人愿意过去。也就是王建国说喜欢那种遗世独立的感觉。我们乘坐班车到城镇口，又找人家借了车，一路驶向王建国家。直至后来车开不进去，我们又下车步行走了一段距离。这一通下来，有的年岁已高的领导也被折腾得不像样。到了王建国家里，我们敲了半天门，竟然没有人开。我透过窗户往里看去，家中安安静静的，不像是有人居住的模样。这下我们所有人都有些懵了，
王建国不在家又能去哪？他虽然平日里不着调，但不是这种消失了连一句话都不留的人。我隐隐约约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不只是我们所有人对视了一眼，决定进屋看看情况。我们拿砖头砸破了窗户，翻窗而入。桌子上留下的饭菜已经长毛，茶杯里的茶已经透出酸臭味。这一看，家里就很久没回来人了。我们里里外外的看了一圈，并没有发现王建国的身影。我们一群人思考片刻，决定报警。我们又连忙赶去警察局，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跟警察说了一遍。人都失踪这么多天了，你们才来报警？警察一句话把我们所有人都问懵了。他一个成年男人，谁知道能出事啊？警察面色严肃，跟着人去我们所说的地址找王建国。毕竟活要见人，死要见尸。王建国于1990年3月21日晚失踪。王建国失踪后，单位里都在传他是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于是卷款跑路了，又或者是祸害别人家闺女，被抓走关地下室了。可惜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王建国就像原地蒸发了一样，没人再见过他。监控并不普及，甚至王建国的家离城镇太远，连目击证人都找不到。而我是王建国失踪前最后一个见他的人。我被叫进局子问话了。王建国出事当晚你在哪里？我们俩一起下班后，我回我家，他回他家呀。有人能证明你独自回家了吗？我坐在审讯室的凳子里，愁得拽掉了好几根头发。要说证人，我还真没留意。我一拍脑袋，当天晚上下班的时候，我好像在路上看见了一个下半身湿透的男人。记忆深刻是因为他走路特别奇怪，跛着脚。我急忙跟警方说了这一消息，但是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万一你们没找到，岂不是要把我当犯罪嫌疑人抓进去了？警察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你没杀人，你怕什么？我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也不会让任何一个好人蒙冤。我在审讯室里待了不知道多久，久到我困得睁不开眼。这才进来一名民警跟我说人找到了，他们给我递了一张照片，我一眼就认出来他是我那天遇见的那个人。怎么样？他对我有印象吗？我是不是没说谎？警察面色逐渐凝重起来，他说那天晚上他回家路上没遇见过人。我一下就怒了起来，我都不认识他，自然是那天遇见了才会这样说，我总不能凭空捏造出一个人吧。我老婆还在家里等我回家吃饭呢，你们这是干什么？我拍着桌子怒喊，直到2名警察走过来摁住我。你先别激动，我话还没说完呢。根据我们警方的走访调查，你周围的邻居们根据当天晚上的情形确认了你回过家，因为有人听见过你家铁门开关的声音。我们在案发现场没有发现过你的指纹，但这不代表你彻底洗清嫌疑。孙先生，如果后续有了线索，还希望你尽早配合警方调查。我被放出来了，抬头看了看天，已经黑得不像样了。我一天没进食，肚子里泛着酸水，好不容易走到家楼下，打算吃碗面。小卖部的张嫂叫住了我。孙主任，我这几天收到了一封信，寄给你的。我诧异地接过信，信纸的包装差点让我没拿住它。那是王建国给我寄的信。信纸上的包装十分有特色，是我们俩去外地出差时一起买的明信片。我的手颤抖着打开，只1秒就合上了那封信。信里字字句句都在控诉我的罪行，而那些字迹就是王建国的。我跟王建国相识这么多年，就算是他化成灰我都能记得。既然他没死，又给我寄来这么恶心的信，难不成他真的如那些人所说，是为了和我一起争职位？但王建国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我还是不相信和我朝夕相处的朋友是这样的一个人。为了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决定再去一次王建国家。吃饱喝足，又把他寄给我的信件销毁后，我这才收拾好，准备去他家。我保证，这将是我一生中最无法忘记的一幕。王建国死了，他就被吊在他们家的房梁上，甚至身体还塞着东西，多么屈辱的模样！我吓得连站都站不稳，缓了好一会儿，这才跌跌撞撞地跑去警察局报案。这一下，几乎所有的人都慌了。当初我们去过王建国的家里，甚至把他们家附近几公里全部仔仔细细地搜查了一遍，根本就没有发现他的身影。而王建国就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了家，就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地吊死在了自家的房梁上。我去报案后，警察也很无奈。我搓着手不敢看他们，毕竟我也是刚洗清了嫌疑。警察同志，王建国真不是我杀的，我就是觉得奇怪，这才想去他们家再看一眼。我真的没有做过对不起王建国的事情。警察立刻开始了地毯式的搜寻。最终法医尸检报告说，王建国死于5天前，而5天前正好是王建国失踪的那天晚上。而我那天晚上确实在家，也终于洗清了嫌疑。后来经过警察和法医们的层层诊断，最终确定王建国是自杀的。但我知道王建国不是，因为他给我寄的那封信里他明确地说出了自己的野心，他那么想拖我下水，为什么还会自杀？王建国的死成了悬案，因为在王建国家里没有发现过任何人的指纹，按照警方给出的王建国的行动路线来看，他是自己给自己绑了上吊的绳子，又自己吊死了自己。王建国不可能是自杀，我坚决主张让警方继续查案，可所有的线索都表明了王建国是主动自杀的。
你为什么一口咬定王建国一定是他杀？警察站在我面前，眼里充满了探究的神情。我犹豫半天，最终没有把王建国给我寄过信这件事情说出来。虽然我内心纠结了很久，但王建国人已经死了，死人不能复生，而我也不会为了替王建国找到真凶而损伤我自己的前途和利益。案子彻底被封锁起来后，我回到家把王建国给我寄来的信件烧掉了。我以为不会有第二个人来影响我的仕途了。直到1年后，我在单位收到了一封举报信，而那封信的内容和王建国当初和我写的信一模一样。我捏着信缓了好半天都没有动作，大脑一片空白，甚至当初那种窒息感又从心底冒了出来。我按着信件上的地址找到了寄信过来的那家店，在我的积极追问下，店主绞尽脑汁才勉强想出来我这封信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天晚上下了雨，一个穿着红色雨衣的女人过来寄的。我当时还跟她说呢，这么晚了还下雨，问她怎么不隔天再来寄。她说什么？你确定是个女人而不是个男人？我紧张地拽着老板的袖子。店老板被我弄得不耐烦，男的女的我还能分不清吗？你看你这信封上面都是水，我特意给你又包了一层，你看信了。我不识字，店老板着急地给我解释，谁知道你们那些信里都写的什么东西，我没读过书，但你要是想闹事，你试试。我看着店老板收敛起了眼里的狠戾，最终还是一无所归。我在单位提心吊胆了好几天，可一直都没有再出现过什么事。直到有一天，我在书中看到，一般犯罪嫌疑人杀人后会特别喜欢回到当初杀人的地方回顾他的成果。也正是因为这句话，我专门去了一趟王建国父母那，买下了王建国生前所居住的那栋房子。自从王建国去世后，他所住的那栋房子就成了凶宅，因为山脚下阴气太重，因此也没人愿意到那边去。我过去后就把小屋从头到尾的装修了一遍。住了挺长一段时间后，我也渐渐地放下了戒心，因为这地方实在是有些鸟不拉屎。从住在这里到现在，我连一个人影都没见过。直到有一天晚上，我的房门被一个女人敲醒了。那女人面色苍白，怀里还抱着一个瑟瑟发抖的孩子。我没敢开门，他们母女俩就可怜巴巴地缩在角落里哭。外面天寒地冻的，我最终还是不忍心把他们俩请了进来。可那女人十分不听话，一进屋就往我身上乱贴。你别过来，我有老婆和孩子。那女人摸了摸头发，可他们现在又不在，你愿意收留我们母女俩，我无以能报，难道你就不想吗？我咽了咽口水，最终还是推开了那个女人。那女人只抱着孩子在我家里待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就离开了。直到几天后，警察来我单位找到我，孙良辰，我们发现你涉嫌参与一起谋杀案，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我认识这个警察，他就是当年办理王建国案子的警察李想。这1年过去，他也从刚出炉的毛头小子到现在有点警察的模样了。我和警察回去了，直到那时我才知道，那女人离开我家后没几天就被人欺负，然后死在了我们家房子后面的后山。孩子在山上待了好几天，没吃没喝，最终饿死了。是外地回山里祭祖的人回去的路上发现的。再晚几天，女人和孩子就该被野狼狗叼走吃了。可他们母女俩为啥要上山？我明明给他们俩指明了出去的路，可为什么又突然折返回来？孙良辰，我们在死者身上发现了你的体液，你和死者是什么关系？我记得你是有妻子和孩子的，对吧？我们警方严重怀疑你涉嫌杀人，你现在赶紧给我好好交代。我捂着脸痛哭，我家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了吗？李想满脸认真地盯着我看，如果你想要继续隐瞒，我敢保证，不止你的家人，你所有认识的人都会知道你婚内出轨并且杀人扔尸的犯罪事实。我没杀人，你凭什么给我定罪？你们警察就这点能耐吗？找不到凶手就来找我？不是你，你急什么？李想突然笑了，孙良辰，你不觉得这太巧了吗？你刚刚回到王建国的房子里，那里就发生了一起杀人案。可我真的没杀人啊。那天晚上是他们母女俩去到我的房子里，是他们在我门口扮可怜，我好心救人，最后还成我的错了吗？是那女的自己贴到我身上来的，她主动脱的衣服，我是被她蒙骗了，除此之外我什么都没有做。我第二天还给了他们钱，让他们好好离开。李想沉思片刻，有人能证明吗？你们不会自己去查吗？王建国死的时候你们就抓我，这个人死了你们还抓我，我是什么千古罪人吗？门口有人敲门，李想出去后就一直没有回来。我不知道在审讯室里待了多久，终于有警察来到房间里。你可以走了，但你目前还没有洗清嫌疑，最近不要去外地，保持联络，随时等待我们的传唤。我出去后才知道已经过去了好几天，不只是我的家人，还有我单位的人都知道我做了什么事。我一夜之间成了人人喊打的对象。如果不是因为他死了，我们俩之间的事情永远不会有人曝光出来。我能确定以及肯定，杀死这个母女俩的人就是当年杀害王建国的那个人，而他热衷于把所有的证据都推到我身上。他想让我做那个替死鬼，但我不知道他是谁。他在暗，我在明。我现在只能祈求警方赶紧查清案子，还我清白，让凶手绳之以法，让死者安息。我妻子和我提了离婚，她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我自此之后再也没有见过他和孩子。单位也是，虽然不明说，但我也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白眼与嘲讽。我活了大半辈子，却被一个女人弄成这副模样，说不恨那是假的。于是我辞了工作，专心在家里等待凶手的到来。凶手既然重新开始作案，那一定是因为知道我重新住了回来。但我始终没想明白，我到底是在哪里得罪了他。小半个月后，李想警官再次敲响了我的房门。凶手抓到了，你猜是谁？我摇了摇头，表示不知道。李想坐在了我的对面，是她男人。你这是什么意思？死者名叫刘春，她老公是跨江大桥的一名工人，叫孙志勇。孙志勇性格内向，但一喝起酒来就对刘春大喊大叫，甚至发疯打骂。在刘春怀孕期间，孙志勇就像变了一个人，没有对刘春动过手，刘春也就因此和孙志勇继续过了下去。可好景不长，没想到孩子出生以后，孙志勇又回到了原来那个样子，对刘春非打即骂。刘春受不了，这才带着孩子离开了。而刘春离家出走后，孙志勇气不过，把刘春的妹子骗到家里去，并以此来逼迫刘春回家。刘春没办法，偷偷跑回家，想把他妹子带走。而孙志勇气疯了，把刘春拖去了山里杀了。就这，那你们咋抓到孙志勇的？他自首了。李想摇了摇头，对，但是最让我们奇怪的是，刘春的妹妹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孙志勇说，他在杀害刘春后，还想着将刘春的妹妹一起杀害，但怎么也找不到他的行踪。我瞪大了双眼，那这和我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来我这说这么多？李想笑了笑，因为我们警方收到了一封关于你的举报信，信中是你在工作前些年偷挪公款的记录，而这封信是孙志勇给我的。他投案自首前，在家里收到了这一封信。我见事情彻底瞒不住了，这才决定把一切都说出来。我看着李想，泣不成声。其实这封信是王建国写的，你还记得吗？我那个好兄弟王建国。李想抬头看着我，我发现王建国去世那天，不是我心血来潮跑过去找他，而是想去质问他为什么要举报我。然后事情你都知道了。李想在听完我说的话后彻底怒了，他崩溃地站起来，手死死地扯着我的衣袖。这么重要的事情，你现在才告诉我们？你知不知道王建国的案子可能就差这一步？李想看着我，他的案子现在成为悬案了，而杀他的人至今还在逍遥法外。杀他的人不是已经自首了吗？是这样的，李警官，我认为杀害王建国的那个人和杀害那对母子的是同一个人。为什么？我看李想疑惑的眼神，因为他们都想要把事情嫁祸给我。李想狠狠地打了我一拳，你这个白痴，你怎么就确定当初给你寄信的那个人一定是王建国？如果你当时就把信交给警方，警方一定能够通过指纹识别来锁定凶手。我不敢说话。倒是李想一直对这件事情格外执着，在他的授意下，我把前段时间收到的那封信交给了警方，而我因为违法犯罪被判了刑。刘春的事情告了一段落，但唯一的目击证人已经失踪，所有的一切都只是孙志勇的一面之词。警方经过走访调查和死亡现场的信息比对，最终孙志勇以故意杀人罪入狱。我看着我眼前的男孩，细心把他的手脚全部绑起来。我看着天一点一点的大亮，床上躺着的人这才慢慢醒了过来。这小偷一睁眼就急了，他恶狠狠地盯着我。孙良辰，你这是犯法的，你知道吗？我挑眉看着他，你怎么知道我叫孙良辰？那小偷冲我挑了挑眉，就算是被我戳破了谎言，也丝毫不害怕。我惊诧于他的心理素质。昨天我跟你讲那个故事，为什么我觉得你一点都不害怕，甚至有些激动呢？这年轻小偷笑出了声。你知道我是谁吗？叔叔，你真的不认识我吗？你看我长得像不像你已经去世的老朋友啊？听他这么一说，我连忙去找老花镜，想仔细打量一下面前的这个人。昨天晚上天气太黑，我也没仔细看，这不看不知道，一看竟然发现眼前的人长得特别像王建国。你爸不会是王建国吧？我不知道他叫什么，我妈没跟我说。你妈是谁？我妈早就死了。那你这次回来是？这年轻小偷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我当然是来投奔你啊，叔叔，我妈妈早就跟我说了，如果以后哪天我活不下去，就来这里找你。他还让我带着一封信，他说只要你看了这封信，不管怎样你都会帮我的。只见他身体蠕动着，显然是想把手伸进兜里找那封信。我见他挣扎的厉害，连忙把从他身上搜出来的信封拿出来。你说的是这封信吗？年轻小偷眼神一亮，连忙冲我点了点头。是的，叔叔，就是这封举报信，但是可能对现在的你来说也没什么用了，你说对吗？我抬手就把信撕烂，然后扔进了垃圾桶。是的，所以你凭什么认为我一定会照顾你？那小孩一点也不慌，因为我知道真相。昨天你给我讲了一个故事，那今天我也给你讲一个故事吧。我叫王红，是王建国的亲骨肉。我妈曾经和王建国一夜情后，便生下了我。王建国曾经许诺我的妈妈，说以后一定会飞黄腾达，成为公司的一把手。这封举报信就是王建国当着我妈的面写的。但谁能想到，没几天王建国就自杀了。我妈悲痛欲绝，于是带着我走了。我坐在凳子前，
你说你妈带着你走了？按照你说的话，王建国死的时候你还没出生吧？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事情的？眼前的人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我妈跟我讲的呀。难道你没妈吗？我抬手就给这个小孩一巴掌，你再跟长辈这么说话，你看我怎么抽你。王红撇了撇嘴，不敢说话了。过了好半晌，叔叔，你就把我放了我，你知道的，我从小就没了妈妈，而且我是王建国的亲儿子，你不管怎么样也是我亲叔叔。叔叔，我真的不是坏人，你看我和王建国长得多像。我看着王红，最终还是把他放开了。松开王红后，他嚷嚷着喊饿，我便去给他做了一顿早饭。吃饱喝足后，我独自回了2楼的房间，留王红一个人在楼下玩。晚上我睡醒后，王红已经做好了一桌子菜，见我下楼，他连忙朝我跑了过来。叔叔，我做好饭了，你快来吃吧。我坐在主位上，看着眼前这一桌子做好了的饭菜，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一晚上，王红一直致力于给我夹菜、喝酒。没多久，我就觉得自己头脑昏昏沉沉的，直到彻底失去了意识。再次醒来的时候，我被王红绑在了家中的地下室。王红拿着一把刀坐在我面前。叔叔，哦不，我应该叫你孙良辰。你可真是跟我妈说的一样，是个傻子。这么多年来，你已经忘了王建国长什么样子了吧？你再好好看看呢。你看我和他长得像不像？我看着王红伸手摆在我面前的照片，惊得差点背过气来。那是王建国死前的照片，他赤裸着身子，屈辱地被人摆成各种姿势躺在地上。孙良辰，其实你早就该死了。要不是你这20年来一直兢兢业业地找线索，我妈也不会死。王红笑了笑，我已经在楼上浇满了汽油，一会儿你就和这个房子一同死在里面吧。王红笑得越来越猖狂。孙良辰，你不要用这种表情看着我，反正你都要死了，那我就叫你死得明白点。我跟你好好讲讲当年到底是怎么回事吧。时间推回到1990年，我和王建国下班分开之后，那天晚上，王建国原本是想回家倒头就睡的，直到他在回家的路上偶遇了张家明和他的孩子。王建国一时兴起，假装好意把张家明带回了家。张家明原本是纺织厂的女工，因为得罪了领导，被欺负，失魂落魄地带着孩子走在街上。张家明被王建国带回家后，激起了王建国身体里的邪恶因子，他试图对张家明和他的儿子行不轨之事。张家明一个人受欺负不怕，但他绝对不能忍受王建国欺他的儿子。张家明为母则刚，和孩子2人联手反杀了王建国。王建国死后，他们把人带回了自己家，而张家明为了把杀人的罪名引诱到我身上，专门伪造王建国的笔记，给我写了一封举报信。信中的内容还是王建国在床上激动时所说的，他们时刻关注着房子这边的动向，等到警方全部离开后，借此机会把王建国的尸体送了回去。得益于王建国的家地处偏僻，他们这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人弄回去。而警方之所以找不到现场的指纹和线索，是因为那些绳索原本就是王建国买回来安装并且打算游戏的。当时的侦查手段并不高明，因此张家明成功逃脱。张家明逃脱后，因为机缘巧合，认识了在工地干活的孙志勇。孙志勇对张家明一见钟情，他隐瞒了自己已婚的事实，和张家明谈起了恋爱。也就是在他们恋爱期间，刘春找上门来。刘春当时还没怀孕，对着张家明就是一顿拳打脚踢。而张家明也不是吃素的主，3个人闹得特别僵。而为了名声，孙志勇表面上和张家明断了，实际上家里有人，外面也有人。这期间刘春怀孕，孙志勇扮演了一阵老实人。在刘春生完孩子后，又一次发现了孙志勇出轨的事实。他在家里大闹后，带着孩子离开了。而张家明怕事情闹大，再牵扯出来王建国的事情，便让孙志勇把刘春哄回去。孙志勇被张家明灌醉，等刘春回去后，他们2人大吵了一架。最终，在张家明的撺掇下，孙志勇失手杀害了刘春。刘春死后，张家明假装示弱，他告诉孙志勇自己肚子里有了他们的孩子。孙志勇爱张家明，主动把所有的罪行揽在了自己的身上。而事情发生后，张家明就带着孩子跑路了。直到前段时间，张家明发现我经常频繁地往警察局跑，他担心我发现了什么秘密，慌乱之下跑出去被货车撞飞。张家明因为受伤太重，没有被救回来。而王红是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的种，也是当年合伙杀害王建国的那个小孩。我看着我面前笑得跟个花一样的王红，不自觉地也笑出声来。你和你妈走了20年，你们就一定能保证我还是我吗？王红脸色巨变，你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一边给自己争取时间，一边安抚着王红。我一直都在等你们回来，就是为了亲自知道当年的真相。王建国的案子是我入职以来接手的第一个案子，我当然不忍心让这起案子成为悬案。还好，我等到了。王红手持一把刀就朝我扑了过来。你不是孙良辰？我侧身躲开王红的攻击，顺手把他手上的刀踢飞。我从来就没说过我是孙良辰。你和你母亲害了这么多人，我一直都想把你们绳之以法。我们同事马上就要到了，你该束手就擒了。电光石火间，王红从兜里掏出打火机，点燃了整间屋子。我和王红拼死争斗，
直到我的战友们持枪闯了进来。当年的事情给王红的三观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他长歪得十分严重，弃人命不顾。我叫李想。当年孙良辰进去后，他告诉我凶手是一个女人。我这么多年来便一直在寻找真相。王建国案子是我入行以来的第一个案子，我不想它成为悬案。为了更好的抓凶，我也因此搬去了王建国生前居住的那个房子里。王红刚回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因此错把我当成了孙良辰。一起长达20年的悬案终于告破，我也对我人生中的第一个案子交了答卷。王建国案于2010年彻底结案。